毕竟，但是也的确是领悟了一丝焚神第三诀的奥秘。不过对于萧炎自身来说，还是有些把握不住，毕竟第三诀给他的感觉依旧是把握不住的样子。就算自己的修炼和领悟天赋极佳，但是对于焚神第三诀中的奥秘，依旧是没有100%的把握。第三诀真的可以击败一名神奇？萧炎试探性地问了一下。不仅可以击败，甚至可以击杀一名第三序列神，这就是焚神第三诀的深奥之处。冯老一脸笑意，对于这焚神诀的第三诀，他虽然没有修炼过，则是知晓这第三诀的威力是多么的恐怖。萧炎见到冯老都那么肯定，那么萧炎也不再拖沓，毕竟外面的战况十分的不乐观。如果自己此时再不出去帮助灵动和沐尘他们的话，那么到时候整个各大诸天的人马皆是会陨落于王无天之手，那么先天神族的计划将会彻底成功，到时候才是天元界的噩梦。如果让先天神族的那位先天神冲击第一序列神，那么就算是萧炎施展焚神第三诀，也不可能是其对手了。毕竟第一序列神乃是堪比祖龙的存在，而祖龙的力量乃是天元界的最强存在。既然冯老这等强者都这么说，萧炎也不再有半点疑虑。此前修炼第三诀的时候，对抗一位准神基本没有问题，而如今从冯老嘴中得知，对抗一位神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甚至可以做到击杀，这着实让的萧炎有些难以置信。看了看萧炎的脸，冯老再次出声提醒道：不过以你目前的实力和对第三诀的领悟，你只能对抗击杀一名第三序列神，如果面对第二序列神的话，那么就想着逃跑吧。但是日后你找到神灵之物，在自己体内种下神蛊，将幻虚神火炼化吸收后，你便可以踏入那成神之路，纳入神炼，成为神奇。而且你将会再度领悟焚神第三诀的力量，将神火的火神本源注入其中，就可以获得焚神九火其中一火的焚神之力。而你目前连焚神一火的焚神之力都没有，便可击杀一位第三序列神。我所说的你明白了吗？萧炎自然是明白冯老所说的话，因为此前领悟焚神第三诀的时候，萧炎的实力还只是最强主宰中期，但是在催动焚神第三诀之后，便可对抗一名准神。而如今自己的修为已经达到最强主宰巅峰，再施展焚神第三诀，自然是可以击败一位第三序列神。这焚神诀不愧是一道神技，简直太厉害了。我明白了，那么现在我便催动焚神诀的第三诀，焚神九火。说完，萧炎便是盘腿而坐，其眼中迸射一抹光芒，旋即他的双目渐渐的闭拢，一道奇特的力量开始在自己的体内任意部位游走，然后随着这股焚神之力的催动，体内的元气都是变得更加的精湛起来。不知过了多久，萧炎的灵海中的云海里似是有着一轮大日缓缓的升起，光照万里，而光照所过之处皆是被净化，然后双手合拢，一道陌生的金色光影开始渐渐的变换出来。这道金色光影出现后，又以非常诡异姿态再度变化起来，光影变化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最终化为无数道金色神光纷飞。而在某一瞬间，这无数道神光又再度融合在一起，整个灵海中都是变得沸腾起来，旋即散发出一抹金光，金光渐渐的变得强烈，其中一抹光影变得越来越清晰。此时灵海的空间都开始震荡无比，萧炎眼神灼灼地盯着那抹越来越清晰的光影，而这光影是一座雕像光影。这座雕像光影中的能量散发非常的神圣，这股力量简直强到离谱。萧炎直接伸出手掌，触碰在了这座雕像光影之上，雕像光影上似是有着九火之光反射而出，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玄妙之感弥漫出来。萧炎也是隐隐约约的从这座雕像光影中感觉到有一股无法形容的一道力量，这力量便是无上神力。无上神力能够洞穿毁灭一切的物质和生灵，就算遇到神奇也会陨落在无上神力之下。但是想要发挥出这无上神力，就必须将焚神九火修炼到极致，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将焚神九火的全部力量发挥出来。若是焚神九火齐出，便可拥有那无法形容的无上神力，弹指间便可轻易间毁灭世间万物。感受到如此可怕至极的无上神力，萧炎的心中极为的震撼。这焚神九火果然神秘无比，仅仅是领悟其中的一部分，便是有着如此强大至极的力量在自己体内开始渐渐的散发出来。萧炎嘴角有着一抹掩饰不住的笑容绽放出来，有了这焚神九火的威力，就算是成神后的王无天也必须死在自己的手中。而当萧炎睁开双目时，发现光影雕像中的焚神之力已经蔓延至萧炎全身。与此同时，古元天有着王无天这位神奇的存在，刚刚灵动与沐尘就算底牌尽出，也无法占据上风。天空上又传来了2道爆破风声响起，然后可怕的能量冲击波直接对着下方袭去。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得下方还在激烈对抗战斗的众强者变色一变，因为一旦被击中必死无疑，就算是最强主宰巅峰的顶尖强者也得避之锋芒。数道能量冲击波开始轰击在了人群之中，一声声巨大的能量风暴瞬间席卷开来，其中有不少各大诸天的强者已经被这数道能量冲击波重创，甚至有一些陨落当场。随着能量冲击波的越来越多向下方砸下，天空上倒射出2道身影，急速的向下落下。随着2道身影的砸落地面上，直接是被砸出了2道巨坑，而这2道身影
正是灵动和牧尘。在灵动牧尘身影被击落的时候，各大诸天强者的心中都是一沉，因为他们最后一道的希望之光也被浇灭了。难道我们各大诸天气运已经到头了？一些强者已经露出绝望之色。如果灵动和牧尘这两位都失败的话，那么现在就没有人可以真正的抗衡王无天了。虽然李颖与暗令实力已经达到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从修为上可是都比萧炎、灵动、牧尘都要高，但是爆发出来的力量确实没有他们三人强大。在经历过与先天神族的几位古圣对战后，虽然占取一些上风，不过对方也同样有着一些强大的秘法。你们各大诸天的3道希望之光全部破灭了，你们就等着死吧。此时，一位古圣仰天大笑起来。虽然他的身上有着伤势，但是这些伤势对于他不足挂齿，只要能够完成无神的计划，就算牺牲也愿意。然而还没能古圣得意很久，一道可怕的破风声已经到了他的胸膛，强大的一拳直接攻在了这位古圣的左胸膛之上，而胸膛直接硬生生的被打出了凹陷，一口鲜血当即喷出，然后身影直接撞击在了山壁之上，气息瞬间微密了下来，生死未卜。废话真多。暗令一个快准狠的出手，直接让这位古圣命丧当场。见到暗天族的这位暗令队长如此狠烈的出手，其他强者则是兴奋无比，因为他们又击杀了一位古圣。这些古圣的实力基本都是最强主宰巅峰层次，想要将其击杀也是非常困难。但是在李颖和暗令这两位顶尖强者的攻势之下，不少古圣也死在了他们二人的手中。而先天神族这边见到又一个古圣陨落，更是面露阴沉之色，他们体内的元气再度爆发出来，准备对李颖和暗令出手。只要再除掉这两位剩下来的那些强者，就如同蚂蚁一般，随时可以捏死。就在这些古圣攻击时，天空上传来王无天的声音：“你们都退下吧，五祖和墓主已经战败，接下来这些蝼蚁就交给我来解决。”见到他们先天神族的第三神发话，这些古圣也是阴森一笑，看来王无天已经彻底的将灵动牧尘那难缠的二人给击败了。只要王无天出手，这些主宰境的强者，包括顶尖强者，都是不堪一击的蝼蚁。李颖、暗令，你们的死期到了，特别是暗令，你们暗天族竟然敢背叛我们，既然如此，就让第三神来将你们抹杀吧。说完，这些古圣也是一闪，身影便是出现在了王无天的身后，然后俯视着下方，而王无天则是负手而立，眼眸扫荡下方一众人马，喃喃道：“你们都给本神消失吧！”当即，一道神圣的气息直接对着他们笼罩而下，就连空气都被蒸发了一样。感受到这王无天已经对他们下杀手，也是没有一丝留情。那可怕的第三序列神之力直接是洞穿了虚空，下一刻就降临至各大诸天这些强者的头顶，恐怖的威压直接将他们的身躯牢牢地锁住，让其无法动弹。这就是神之威压。可恶！既然我们与他的差距这么大，我的身躯竟然不由自主地在颤抖。李颖和暗令作为的最强主宰巅峰顶尖强者，也是被这股可怕的威压牢牢锁住。到了现在，他们才知道，原来之前萧炎、灵动、牧尘三人与之对战了这么久，虽然没有将其击败，也足以证明了他们三人已经超越了李颖和暗令二人的强大存在。而他们身为主宰境的巅峰强者，但是与萧炎、灵动、牧尘三人比起来，相差还是很多。毕竟后者可以以最强主宰巅峰的修为对抗一位神的力量，如果按照实战破坏力的话，萧炎、灵动、牧尘三人恐怕其破坏力已经堪比准神强者。我们真的要败了吗？明明祖气主脉就在他们的眼前，可是却无法夺得，而且他们这些人都将会陨落于此，这是多么绝望的事情啊！王无天那强大的第三序列神之力，统统将他们笼罩在内，令得他们想反抗的资格都没有，就这么眼睁睁被对方所击杀。不过就在各大诸天众多人马都觉得这事情已经成定局的时候，两道可怕的力量从两处巨坑下方轰然爆冲出来，其中乃是祖符的力量和原始法身的力量。感受到这熟悉的波动，众人顿时一惊，心中有些欢喜，因为这两道的能量波动正是刚刚落败的灵动和牧尘。果不其然，两道光芒自巨坑中冲天而起，极为的耀眼。在光芒散去之后，两道衣衫破烂不堪的身影则悬浮空中，在其裸露的手臂和胸膛上有着多道伤势，看来与王无天的战斗中，他们二人也受了不少的伤害。真是两只百足之虫，竟然被我的神之力量正中，也没能将你们抹杀。看来不能让你们成长起来，不然的话，日后我王无天还真的会栽在你们的手中。神之力灭万物。又是一记可怕的神之攻势，直接对着灵动和牧尘二人爆冲而去。王无天的身躯上有着光环围绕全身，一股神的气息瞬间弥漫天际。灵动、牧尘二人见状也是眼神一凝，这一道攻击他们也不敢保证能够接得下来，因为他们刚刚的战斗元气已经消耗了大半，并且还有伤势在身。总体而言，他们非常的被动。牧尘，你我只能以死相拼了。灵动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无奈的转头看向牧尘，而后者也是点点头道：“灵动兄，也只能如此了。”旋即，他们二人也没有废话，直接催动了体内所剩余的元气，然后在他们那双准备牺牲的眼神之下，一股可怕的力量直接在他们的体内疯狂的暴涨起来，并且比起他们全盛时期更强。这是因为他们选择燃烧生命力来提升自己的力量，希望能够将这一道神之攻势抵挡而下，将对方脱一层皮下来。
在燃烧了生命力之后，灵动和牧尘的力量直接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后周身的9道祖符散发出诡异莫名的力量，一片星空的世界浮现在灵动的双手之间，星空中所散发出的能量波动足以毁灭一切的威能。逆转大乾坤。随着灵动的最强之力施展出来后，牧尘也是同样的施展出了太初世界体的5组化魔环以及万物生化身的万物生之力，直接对着王无天的那道神之力量轰去。随着灵动和牧尘的话音落下，可怕的最强之力与那神之力量撞击在了一起，恐怖到极致的能量爆破声自那撞击的空间处，一道极为耀眼的光芒瞬间朝着四周急速的扩散而去。此时灵动和牧尘的招式比起之前施展的时候更加的强大可怕，这就是燃烧生命力后的恐怖之处。不过其代价就是牺牲，所以就算能够击败对方，他们也会陨落。这一招也是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施展，而下方的众人也是知晓，这是灵动和牧尘燃烧生命力后的力量。想到这里，在他们这些人的心中也是感到震撼和恭敬。没想到最后牺牲为保护大家的，竟然是下等级世界来的灵动和牧尘。看到这画面，身为天元界的他们也是自认没有自己没有那么大意，同时让他们自愧不如。林动兄和牧尘兄竟然选择了牺牲来对抗王无天。李颖眼神此时也是露出一抹恭敬之色。林动队长，牧尘队长。这时候又有非常多的人开始出声，有些人的眼中满出泪花，有些则是强忍着心中的难受，眼泪也已经在眼眶里打转。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当时跟随灵动队长和牧尘队长的五行天一众人以及乾坤天一众人，不仅包括他们，就连其他诸天的队伍人马也是露出慷慨和恭敬之色。先天神族的古圣们望着这一幕，也是嘴角微微一抽，冷冷道：真是伟大，既然选择牺牲来提升力量，不过以为这样就能够击败我们的第三神吗？真是可笑至极。而王无天的脸上也是同样如此，自己乃是一位神，怎么可能会被2位主宰巅峰的人类给击败呢？然后身躯直接飞向更高的天际上，肃杀之意暴涨，低沉一声：死吧！王无天一声冷冽的双手再度结印，然后一掌拍出，2道巨大的掌影直接划过虚空，朝着下方的大地飞奔来。这是要直接将灵动和牧尘击杀，然后顺便直接解决了下方那些各大诸天的人马。原本凭借着燃烧生命力提升力量可以对抗王无天的第1波攻势，没想到他又对灵动和牧尘再度发起了第2波攻势，而且感受到巨掌上所散发出来的神之力量更加的恐怖。灵动和牧尘已经心知他们无法再接下这第2波的神之攻势，而且王无天想要凭借此招顺手牵羊，直接一举2得，真是够狠啊！但是灵动和牧尘依旧没有惧意，既然如此，那就以身躯来抵挡住这波恐怖的攻势吧。旋即便是看到灵动和牧尘的身后便是出现了巨大的虚影，这虚影与灵动牧尘的面貌如出一辙。他们想……此时各大诸天的众人都是发现灵动和牧尘想要以自己的身躯来为他们抵挡王无天那毁灭的一掌。先天神族的古圣以及王无天面露得意之色，这下看你们还能有什么招式可以抵挡？就算你们2人以身躯来抵挡我这一招，也无法让我改变击杀你们所有人的想法。你们这是无谓的挣扎。一道狂笑之声在高空中响起，灵动和牧尘则是心意已决，就算不能完完全全的保护下方的这些人，但至少可以让一些人逃跑。你们快走，能跑多少人就跑多少人。灵动与牧尘的声音开始变得沙哑起来，因为他们燃烧生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而下方的众人此时哪有想逃的人？灵动牧尘舍命保护他们，他们不可能会逃。作为天元界的生灵，怎么可能会苟延残喘？想跑一个都跑不了。王无天的声音传入每一个人的耳朵，恐怖的神之威压再度加大了其中的力量，直接令得一些实力弱的主宰强者瞬间双腿跪地，令得他们的呼吸都是极为的困难。该死，拼了！各大诸天的强者齐齐出声，额头上有着青筋暴起，顶着神之威压也要迈出向前，就算死也是勇敢的死。有意思啊！既然你们想要早点送死，那么本神就成全你们。天空上的2道巨大掌影直接正中轰在了灵动和牧尘的身躯之上，众人直接瞪大了眼睛，因为他们知晓，就算灵动牧尘以身躯抵挡，恐怕也会在其中翻身碎骨，那么接下来他们也没有生存的机会。然而就在此时，谁也不知道萧炎的那深坑底部有着金色的玄妙力量射向灵动和牧尘的所在处，将2人的身躯都包括其中，而那2道巨大的掌影直接是与这金色的玄妙力量发生的对碰。然而接下来的一幕令所有人都为之震惊，因为那恐怖无比的2道掌影攻势不但没有落下，反而以一种摧枯拉朽般的姿态给轻松的化解掉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得先天神族的那些古圣和王无天都是微微一惊，这发生了什么事情？随着能量波的散去，众人便是看清楚，此时灵动牧尘的身躯依旧完好无损，而且他们身上的那种燃烧生命力的气息也随之消失不见，唯有在他们的周围出现了一道金色的能量屏障，最后这些金色能量屏障化为一道极度耀眼的金色光芒，渐渐的一道类似人形的光芒正在不断的汇聚其上。不到片刻的瞬间，一道令所有人都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们的视野当中，
而这道身影的出现，更是让的先天神族的王无天面露不敢置信之色，甚至还有些惊骇。炎帝，这怎么可能？这炎帝竟然没死！王无天身后的那些古圣各个神色变得异常复杂起来。此前这萧炎明明被他们的第三神击杀，怎么可能还会出现在这里？那是萧炎总指挥。下方的众人之中，其中一位强者反应过来后，第一个惊呼道：“真的是萧炎总指挥！萧炎总指挥没死！”紧接着一道接着一道的惊呼声传出，就连那些主宰境的顶尖强者也是面露震撼之色，不过更多的是惊喜。这萧炎兄果然不凡，在那等攻击之下还能够活下来，真的是令谁都不敢相信啊！此时李隐开口道，显然语气之中带着激动。暗令虽然没有说话，但是现在从萧炎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后，更是心中一惊。此时的萧炎似乎比之前更加的强大与恐怖了。看到萧炎没死，武神域、紫霄域、血海域以及其他诸天队伍强者都是面露喜色，原本绝望的情绪立马又重新复活了过来。是萧炎队长，他没死，真是太好了。这时候苍玄天的林飞等众人也是面露激动之色。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要不是萧炎带领他们苍玄天一路击败各大队伍强者以及先天神族的那些古圣，恐怕都没有资格进入古元天的核心之地。大家都是见到了这熟悉的身影后，心中的绝望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只有战意的猛然升起，就像是抓住了最后的那一道希望之光。不知道接下来的结局将会怎么样发展。不过这先天神族有一位第三序列神，真的能够将其击败吗？各大诸天的众人皆是抬头紧紧地望着天空上那一道黑袍身影。此时萧炎身上所传出来的气息竟然有些玄妙奇特，令人有些匪夷所思。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萧炎终于出现，救下了灵动和沐尘二人，但是后者两人也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内伤与外伤。要不是刚刚自己将焚神之力将灵动和沐尘体内的经脉护住，恐怕今日还真的会陨落当场。萧兄，灵动和沐尘极为虚弱的声音响起，想必他们的力量已经用尽，只留下一口气了。萧炎则是从那戒中拿出了2颗仙品高阶丹药，直接给二人服下，说道：“林兄、沐尘，你们二人的伤势太过严重，我已经为你们服下疗伤丹药，以及我会用焚神之力来治疗你们的伤势。你们先好好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吧。”灵动和沐尘二人很明显的感受到，此时的萧炎极为的特别，因为他们发现萧炎的那一双瞳孔竟然是金色的，而且在其中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了一股极为奇妙的能量。灵动和沐尘也没有再说什么，以他们对萧炎的了解，自然不会应战对方，所以他们的身影也是缓缓落在一处空地上，便是盘腿而坐，闭上了眼睛，开始接下来丹药发挥作用。萧炎处理好这些事情之后，便是转身一双金眸望向先天神族的一众古圣和第三神王无天。感受到萧炎那双金色眼瞳投射过来的时候，这些古圣竟然从萧炎那双金眸中国感受到一股令他们都无法反抗的气息。第三神，这炎帝似乎有些不太一样啊。此时其中一位古圣发觉异样之后，对着王无天开口提醒道：“不用这位古圣说，其实王无天便是知晓萧炎的异样之处，因为他身为神奇，其自身的感知力极强，所以萧炎身上的变化也令得他都有些不敢置信，特别是那双金色眼眸，让得他都感觉到了一股可以与他真正抗衡的力量。居然没有将你杀死，你还真是顽强啊！”王无天刚刚的那一击竟然被萧炎轻易化解，要知道那是神之力量，能够化解掉神的力量，对方的实力也同样必须达到神奇境才行，而对方的修为依旧是最强主宰巅峰的阶段。可是刚刚那股强大的力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萧炎闻言淡淡一笑：“刚刚你确实差点就将我击杀了，可是我命大，先天神族想要的祖气主脉恐怕要泡汤了。”是吗？就算你没死又如何？以你那主宰境的修为来对抗神的力量，恐怕是脑子被我打坏了吧？王无天对着萧炎就是一顿嘲讽。在天元界中，第三神的力量毋庸置疑，如今的天元界中，除了先天神族的先天神，恐怕已经没有人能够击败王无天。就算归墟神殿的4大古神也不行，毕竟王无天的底牌也是很强大，能不能对抗，马上就知道了。萧炎的语气开始变得低沉，因为这王无天差点抹杀了灵动和沐尘二人，以及各大诸天的众人，这笔账自然要好好算一算了。来吧，让本神看看究竟是什么让得你有这般屏障，竟然还敢再次挑战我。掌心之中，神圣可怕的能量犹如漩涡般飞速旋转。王无天森冷地笑道，萧炎则是面无表情，没有半句回话，只是他的脚掌之上凝聚出璀璨的金色光芒迅速涌现，旋即身形一闪，原地消失不见，速度非常之快，快如闪电般，就连下方的一众人都无法看清楚萧炎刚刚的行走方位。不过一些主宰境中的那些顶尖强者也只能勉勉强强地看清楚萧炎的模糊身影的轨迹。那些古圣变色一变，就连他们都发现这萧炎果然有些异样，这速度简直与之前判若两人。而王无天则是没有其他人那么震撼，毕竟他是一位神，自然可以感知到萧炎的行动方位。旋即，王无天袖袍中的手指
微微动了动，旋即一声冷笑，袖袍猛地一挥，一道带着可怕的尖锐劲风对着身后某处空间狠狠劈去，如钢铁般坚硬的劲风划过空间，而在其即将到达某处空间时，那里却是猛然一阵波动，旋即一道黑袍身影诡异浮现，夹杂着恐怖力道的圣火横骨尺也是毫不客气地狠狠对轰而去，双方的力量在半空相撞，惊雷般的沉闷声响顿时响彻，涟漪般的劲气和绚丽火芒迅速扩散而出，而在那绚丽火芒劲气的扩散下，连空间都是迅速的震动起来，两者相撞，王无天的肩膀一抖，便是将那股火芒劲气尽数卸去，而那道黑袍身影也同样一声冷哼，卸掉了空间上那道可怕的劲风，身形稳稳的悬浮高空，赫然便是刚刚以闪电般的速度消失而出现的萧炎。你速度的确比起之前快得很多，不过那只是对准神境的强者有用，而对于我第三序列神可就不一样了。望着那丝毫没有被自己刚刚那一道劲风影响到的萧炎，王无天的心中也是有些吃惊，这萧炎竟然还真的接下自己的神之攻势，这家伙怎么突然实力如此厉害了？